大家好，欢迎来到迪丽热巴的光影小世界。本期内容基于真实资料整理，用轻松温柔的方式陪你走进她的点滴与成长。所有画面均为实拍呈现，为使用爱生成。愿这段时光带给你片刻放松，也让你在不经意间更加喜欢与珍惜自己的那份热爱。33岁迪丽热巴状态引关注，身穿蓝色露背长裙，雨中撑伞低头浅笑。一组迪丽热巴在南京雨中撑伞的照片，直接把网友的审美阈值拉满了。据网友4月28日爆料，迪丽热巴现身南京参加活动。当天南京下着雨，她身穿一袭蓝色露背长裙，撑着一把透明雨伞，在雨中低头浅笑。这组照片被不少网友封为破碎感神图，甚至有人直接喊话生图即神图，内娱颜值的尽头果然是热巴。双引号。说实话，33岁还能保持这种状态，确实有点东西。从流出的现场图来看，迪丽热巴的侧颜轮廓和古香相当能打，镜头对脸也毫无压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她的身材，腿部肌肉线条紧致，瘦而不柴，一看就不是那种靠饿出来的纸片人审美。有粉丝透露，这种健康状态主要归功于她长期坚持晨练的习惯，看来美是真的需要自律托底的。但真正让这组图出圈的，不光是颜值。现场视频显示，迪丽热巴在雨中不仅撑伞配合拍摄，还因为担心粉丝在雨中等待太久，特意跳起来挥手，让后排的人也能看到自己。有粉丝说她单脚跳起来挥手回应的画面特别戳人，而她也在现场喊话粉丝别在外面待太久。拍摄结束后，她还叮嘱大家早点回家。这一波操作直接把宠粉2个字写在了脸上。要知道，当天不少粉丝在雨中等待了数个小时，迪丽热巴的回应虽然简单，但怕你看不到我就跳起来让你看见的细节，确实挺拉好感的。而她在拍摄时的专业专注状态，以及被吓一跳时的可爱反应，也被现场网友捕捉下来，成了另一波讨论的热点。迪丽热巴这种雨中撑伞、低头浅笑、跳起来挥手的接地气操作，更容易让人破防。有网友评论，她很好，大家也要早点回家，这句话比任何精修图都动人。双引号。能在33岁的年纪，面对镜头依然保持这种自然状态，同时还能兼顾对粉丝的关照，这本身就已经赢过了不少面无表情的美人。从《3生3世十里桃花》里的凤九，到如今被赞生图及神图的顶流女星，迪丽热巴这一路走来，靠的从来不只是那张脸，她的自律、专业以及对粉丝的那份真诚，才是她能在内娱卷了这么多年还能稳坐一线的真正底气。所以，与其盯着她的颜值吹爆，不如看看她跳起来挥手的那一刻，那是33岁的迪丽热巴给所有在雨中等待的人最好的回应。在这个总是被滤镜和修图层层包裹的时代，一组来自雨中的生图，却意外让人重新感受到什么叫做真实的美。33岁的迪丽热巴在南京的一场细雨中，用一袭蓝色露背长裙和一把透明雨伞，悄然勾勒出一种既清冷又温柔的氛围。她低头浅笑的那一刻，没有刻意的摆拍，却仿佛电影里的定格画面，让人不由自主的多看几眼，再多看几眼。很多人都在讨论她的状态，33岁依然能在镜头直对的情况下保持如此精致的轮廓与骨香，这当然值得惊叹。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好看这个层面，未免太浅。真正打动人的是她身上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松弛感与生命力。她的身材线条紧致却不刻意纤细，带着一种健康的力量感，这种状态从来不是短期控制可以达成的，而更像是一种长期自律与自我管理的自然结果。然而，比外在更难得的是她在那场雨中的一连串细节反应。当镜头之外，粉丝在雨中等待数小时，她没有选择快速完成流程离开，而是下意识地去回应。
他跳起来挥手的那一刻，其实并不华丽，甚至带点笨拙，却恰恰因为这种不设防，显得格外真实。那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动作，而更像是一个普通人会做的本能的反应。我怕你们看不到我，所以我努力让你们看到。这种瞬间是无法用剧本写出来的。他还会提醒粉丝别在外面待太久，会在拍摄结束后叮嘱大家早点回家。这些话听起来再普通不过，但放在那样的情境中，却有着一种难以替代的温度。娱乐圈从不缺美人，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从来不只是五官，而是那些细微处流露出的情感连接。或许正因为如此，这组雨中神图才会迅速出圈。有人说，这是破碎感的美，但仔细想想，它并不脆弱。相反，它站在那里，是稳定的、从容的，是可以在风雨中依然保持优雅的人。所谓破碎感，不过是观众在他的安静与柔软中看见了情绪的投射，而他本身更像是一种温和却坚定的存在。回望他这些年的轨迹，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灵动俏皮的凤九，到如今能够驾驭各种角色，在不同气质之间自由切换的演员，他的成长其实一直在悄然发生。他没有刻意宣告自己的改变，却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一次又一次亮相中，让人逐渐意识到，她早已不只是漂亮那么简单。在这个行业里，维持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而她不仅维持住了状态，还在不断丰富自己的表达层次。这背后需要的不只是天赋，更是一种持续的投入与清醒的自我认知。所以，当我们再看回那张她在雨中低头浅笑的照片时，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它。那不只是一个关于颜值的瞬间，而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切片，关于一个人在经历过喧嚣与沉淀之后，依然能够以最自然的姿态面对镜头，面对他人，也面对自己的状态。他没有刻意去证明什么，却已经说明了一切。而那一刻，他轻轻一跳，挥手回应的画面，或许比任何精修大片都更有力量。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明星，而是一个会在意他人，会主动靠近，会用最简单方式表达善意的人。这大概才是他真正动人的地方。迪丽热巴又上热搜，这次不是靠脸，而是撕开了内娱最扎心的真相。家人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如今刷到顶流明星的热搜，要么是天价片酬被曝光，要么是恋情绯闻铺天盖地。但就在昨天凌晨，迪丽热巴的一波操作，彻底刷新了我对流量这个词的理解。她居然在剧集收官之际，用一篇毫无营销痕迹的长文，把全网观众看哭了。事情是这样，4月23日，白日提灯播出最后一集后，迪丽热巴忽然发出一篇约1200字的告别信。没有精修9宫格图，没有工作室的统一文案，他用赫斯木的小日记本这种私密口吻，将角色400年的孤独与觉醒写得入木三分。最令人动容的是那段无实物受刑戏的描写，要演出铁链穿透身体的痛，可怜指尖都得保持万灵之主的克制，演员与角色血肉交融的细节，让无数观众在深夜情不自禁落泪。说实话，现在一提顶流，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皱眉。但迪丽热巴这姑娘，每一次都能用作品把人按在屏幕前打脸。当其他艺人忙着买热搜、炒 CP 时，她却稳稳走自己的路。前脚刚拍完播放量高达18亿的《利剑玫瑰》，后脚就投入需要增肥15斤的年代剧剧组。这里刚凭《你是我的荣耀》甜美出圈，那边又挑战一人分饰双角的刀客角色。这种跟钱过不去的执拗，在内娱简直像泥石流一般罕见。更难得的是他的清醒。去年接受采访时，他坦言宁可被动等剧本，也不愿接流水线般的角色。团队明明能乘着偶像剧的东风大赚快钱，他偏要选择需要提前半年研读古籍的白日提灯。这种看似不聪明的决定，
反而让他在流量泡沫中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路线。这次贺思慕的塑造堪称表演教材。为了演绎无感永生者的破碎感，他设计了瞳孔震颤、机械性眨眼等微妙表情。雨中打戏中转体3周半的镜头，导演坚持膝盖淤青也要实拍。最让剧组工作人员震惊的是，他总随身带着幽冥录，吃饭时也在琢磨台词重音。我不追星，但也关注一些热点八卦。记得网上有人拍到他2019年长歌行杀青时的画面，他在雪地里跪了7个小时拍告别戏，膝盖冻紫，仍坚持不用替身。收工后，助理给他添暖宝宝，他却笑着说：“要是观众看不出阿笋的心痛，那我就白受罪了。”这种近乎偏执的认真态度，在当下内娱极为罕见。如今的娱乐圈正迫切需要这样的笨拙演员。当流量们忙着立人设、操纵数据时，迪丽热巴却默默研究如何让角色更真实。这种不聪明的真诚，反倒成为他最锋利的武器。话说回来，如果有更多这样的演员出现，你会愿意为他们的作品多花点钱吗？我先行动，我已经入手了白日提灯的蓝光版。在这个热搜频繁更替、情绪被不断消费的时代，很多观众早已对顶流2个字产生了某种疲惫感。可偏偏是迪丽热巴，一次又一次用最不张扬的方式把观众重新拉回到表演本身。这一次，因为白日提灯的收官，他没有用精致的照片，没有团队统一的宣传口径，而是用一篇近乎私密的文字，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演员与角色共生。那篇告别信，像是一扇被轻轻推开的门，门内不是镁光灯下的光鲜，而是一个角色横跨400年的孤独、挣扎与觉醒。他用近乎克制的语气，把贺思慕的情感一点点铺开，尤其是那段无实物受刑的描写，没有真实道具，却要让观众相信铁链穿透身体的痛感。这种对细节的把控，已经不仅仅是技巧，而更像是一种沉入骨血的理解力。读到那里，很难不被击中，因为你会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在演，他是在替角色活一次。说来也奇妙，在如今的环境里，努力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廉价的标签，可放在迪丽热巴身上，却依旧显得沉甸甸。她从不刻意强调，却总能在作品中让人看见。拍完高热度作品后，她没有选择停在舒适区，而是迅速进入新的挑战，为角色调整体型，研究时代背景，甚至提前半年沉浸式阅读资料。这种看起来不划算的投入，在流量至上的环境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格外珍贵。更打动人的是他的那份清醒。他曾坦言，宁愿等待合适的剧本，也不愿随波逐流。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需要极大的定力。在一个节奏极快、诱惑极多的行业里，坚持慢下来，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他恰恰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不追逐短暂的热度，而是耐心打磨角色的厚度。贺思慕这个角色之所以动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赋予的那些看不见的细节，比如微微震颤的瞳孔，比如带着机械感的眨眼频率，这些几乎不会被镜头刻意放大的瞬间，却在潜移默化中构建出一个失去感知却仍在挣扎的灵魂。还有那场雨中打戏，他坚持实拍，在一次次旋转与落地中，把身体的极限和角色的执念融为一体。那不是单纯的敬业，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追求，要让观众相信。这种执拗其实早有迹可循，从早年的拍摄经历到一次次对替身的克制使用，他似乎始终在用行动证明，表演这件事是需要亲自承受的。那些寒冷、疼痛、疲惫，并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让情绪有真实的重量。也正因为如此，当观众在屏幕前感到心痛时，那种情绪才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传递出来的。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在众多演员中，偏偏是他，总能在某个瞬间打动人？也许答案并不复杂，
他没有试图成为某种完美的模板，也没有刻意迎合所谓的市场逻辑，他只是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认真到有点笨拙，认真到不太会算计回报。但恰恰是这种笨，让他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如今的观众其实比想象中更敏感，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表演的外壳，大家都能分辨。而迪丽热巴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急着证明什么，她只是一步一步把角色演到观众心里去。她不喧哗，却有力量；不张扬，却有回响。当白日提灯的故事落幕，那篇告别信像是一枚缓慢落下的句点，但对很多观众来说，那并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新的期待，期待他下一个角色又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生命体验。或许这才是一个演员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永远站在高处被仰望，而是一次次走进角色，再带着角色走进人心。至于热搜会过去，流量会更替，但这种沉下来打磨出来的光是会留下来的。迪丽热巴新综艺官宣预热，你邀嘉宾王炸，期待值拉满，全网沸腾。迪丽热巴即将加入全新综艺的消息一出，迅速占据了热搜榜单，网友们的期待值瞬间飙升，仿佛一场炸裂的风暴在社交平台上掀起。近日，爱奇艺正式宣布将推出一档融合户外旅行、游戏和轻推理元素的新综艺节目《玫瑰与骑士》。最让人激动的消息，无疑是迪丽热巴确认作为常驻嘉宾的消息。除此之外，节目中还有一份引人注目的嘉宾阵容，个个都是流量担当和综艺感十足的明星，简直堪称内地综艺界的王炸配置。与普通的旅行真人秀不同，《玫瑰与骑士》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线，以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奥秘为核心，将爆笑游戏、惊险冒险与轻推理环节巧妙融合。这种创新的形式既保留了《奔跑吧》中的欢乐互动感，又在文化内核上加入了更多的层次，使得观众在享受嘉宾之间的轻松互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深厚魅力。节目设定本身就非常吸引人，而迪丽热巴的加入更是让这档节目未播先火，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作为90后顶流女星，迪丽热巴的国民度早已高到爆棚。她频繁亮相春晚，收获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喜爱，超高的人气和稳定的作品输出，让她成为内娱最具竞争力的明星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迪丽热巴的综艺感堪称天花板。她早年参与《奔跑吧极限挑战》时，凭借精致外表下的女汉子反差感，收获了无数粉丝。她开朗、外向、易于相处的性格，使得她总能迅速融入集体氛围，并带动节目的活跃氛围。这档《玫瑰与骑士》的节目类型，正是完美契合了迪丽热巴的综艺优势。她在《花儿与少年5》中的组织能力与气氛调节能力，让旅行综艺中的松弛感与趣味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开始推理吧》中，她又展示了自己出色的推理能力，逻辑严谨，反应迅速。观众们当年在她退出第4季时纷纷表示意难平。如今，她有望再次回归推理与旅行类综艺，这对于她的粉丝与观众来说，无疑是一份双重惊喜。可想而知，爱奇艺为何会将她作为重点邀约嘉宾，有她坐镇，节目的热度与话题性自然双重保障。除了迪丽热巴，这档节目的拟邀嘉宾阵容也同样令人眼前一亮，毫不逊色。与迪丽热巴一同登上热搜的刘耀文，作为时代少年团的核心成员，凭借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和真诚的综艺态度，积累了大量粉丝。他在宇宙闪烁请注意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直率敢闯的个性非常适合节目中的冒险探索环节。而迪丽热巴与他的同框互动也让人充满期待。除此之外，陈伟霆、李乃文和岳云鹏的拟邀加入，更是为节目增添了不少亮点。陈伟霆虽然综艺经验不多，但他在无哈现在就出发中的表现，凭借突出的才艺和融入团队的能力，赢得了观众们的青睐。
李乃文被称为天选综艺人，在无哈中的表现让他一战成名。成熟稳重的外表下却藏着幽默风趣的灵魂，堪称综艺的笑点制造机。而岳云鹏作为资深喜剧人，不仅是综艺界的万金油，在极限挑战中的表现更是深入人心。值得一提的是，他与迪丽热巴曾有过合作，两人再度同台，势必会碰撞出更多的精彩火花。回顾全球综艺市场，旅行与推理的融合模式已经成为一种热门趋势。欧美、日韩等国家的同类综艺大多将文化探索作为节目核心，搭配多元的嘉宾阵容，既注重娱乐性，也兼顾文化传播，深受观众喜爱。而《玫瑰与骑士》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探索核心，不仅紧跟全球综艺的趋势，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综艺娱乐巧妙结合，既展示了多元文化的魅力，也让海外观众能够通过节目深入了解中国历史。这种娱乐加文化的模式，无疑是国产综艺走向国际化的一次有益尝试。随着热度的上升，争议也随之而来，网友们的观点分化严重。支持者表示，这个阵容太强大了，迪丽热巴加岳云鹏加李乃文，笑点、颜值、综艺感一应俱全，还有文化内核，想不火都难。终于等到迪丽热巴再次参与推理加旅行综艺，她的综艺感真的是太适合这种节目了。然而，也有反对者提出质疑，这只是你邀嘉宾，最终能不能全员到位还不一定，没必要提前吹嘘。迪丽热巴的综艺感确实好，但嘉宾阵容实在太杂，担心节目的节奏会混乱，反而浪费了这个阵容。在我看来，这档节目的最大亮点，除了顶级嘉宾阵容外，更多在于它突破了国内旅行综艺的同质化困境。节目巧妙地将历史文化与娱乐互动融合在一起，既满足了观众对轻松欢乐综艺的需求，又巧妙地传递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而迪丽热巴的加入，正好契合了节目的调性，她既拥有无可挑剔的颜值吸引力，又具备丰富的综艺经验，能够驾驭旅行综艺中的松弛感，也能够应对推理环节的紧张氛围，堪称节目的稳妥流量担当。不可否认，你邀嘉宾是否能够全部到位尚存不确定性，但节目组提前邀请迪丽热巴和刘耀文为节目预热，足见其诚意和信心。从节目内容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核心极具新意，避免了传统旅行综艺的套路。从嘉宾选择来看，节目组的老中青三代嘉宾搭配恰到好处，既有流量明星吸引年轻群体，也有实力派综艺人保障节目质量。如今，内娱综艺已经不再单纯依赖流量堆砌，观众更看重的是节目质量和内容的内涵。如果《玫瑰与骑士》能够将旅行、推理与历史文化完美结合，再加上嘉宾们的精彩互动，毫无疑问，这将成为2026年综艺界的一匹黑马。而迪丽热巴也有望借这档节目进一步突破演员标签的束缚，再次展现她的综艺天赋，收获更多路人缘。在如今这个综艺层出不穷、观众审美愈发挑剔的时代，一档节目想要真正未播先火，绝不是靠简单的流量叠加就能实现的。但当迪丽热巴的名字出现在《玫瑰与骑士》的常驻嘉宾名单中时，一切仿佛都有了答案。说实话，这几年我们看过太多打着旅行、文化、冒险标签的综艺，却很少有真正让人记住的。形式看似丰富，实则内容趋同。但《玫瑰与骑士》这次选择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叙事主线，把旅行的自由感、游戏的趣味性以及轻推理的参与感融合在一起，这种结构本身就带着一种久违的新鲜气息。而当这种新鲜感遇上迪丽热巴，节目瞬间有了灵魂。很多人喜欢用颜值去定义它，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那未免太低估它了。迪丽热巴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惊艳，而是一种动静皆宜的综合魅力。她可以在镜头前美得毫不费力，也可以在综艺里毫无包袱地奔跑、做任务，甚至自毁形象。这种反差并不是刻意设计，而是一种天然的真实感。
还记得她在《奔跑吧》里的表现吗？不是最会抢镜的那一个，却总能在关键时刻贡献笑点；也不是最爱表现的那一个，却总能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再到极限挑战，她的适应能力和融入感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她从不喧宾夺主，却总能让人记住她的存在。而真正让我对她刮目相看的，是她在开始推理吧中的表现。那种冷静、专注、逻辑清晰的状态，完全颠覆了大众对流量女星的刻板印象。她不是在玩游戏，而是真的在思考，在参与，在推动剧情。这种投入感是很多综艺人都未必具备的。所以，当《玫瑰与骑士》把旅行加推理作为核心结构时，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舞台。更有意思的是，这档节目并没有止步于娱乐本身，而是试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文化符号，去建立一种更深层的连接。我们常说综艺要有内核，但真正做到的却不多。而这一次，节目显然是想让观众在笑声之外，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迪丽热巴恰恰是能够承载这种表达的人。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既有现代感，又带着某种东方叙事的柔韧。她可以在轻松的游戏中带动气氛，也可以在需要沉浸的时候迅速安静下来。这种收放自如的能力，让她在综艺里不仅仅是参与者，更像是某种情绪的连接点。再看女妖阵容，从刘耀文的年轻张力，到陈伟霆的多面魅力，再到李乃文的冷幽默，以及岳云鹏的稳定喜剧输出，这样的组合确实称得上王炸。但说到底，阵容再强，也需要一个能够串联一切的核心人物。而迪丽热巴很自然地站在了这个位置上。她不是最吵的那个，却可能是最稳的那个。当然，也有人担心阵容复杂会影响节奏，或者质疑女妖是否最终能成真。这些声音并非没有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期待本身变得更有张力。毕竟，一档综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名单，而是化学反应。如果说过去的迪丽热巴更多是在影视作品中证明自己，那么近年来，她在综艺中的表现，其实是在悄悄完成另一种转型，从被观看的演员，到能够主动创造内容的表达者。她不再只是角色的承载者，而是在不同场域中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玫瑰与骑士或许正是这样一个节点，它既是一次类型上的尝试，也是一次个人表达的延伸。如果一切顺利，这档节目很可能不仅仅是一档爆款综艺，更会成为一个被反复提起的范例。原来文化可以这样被讲述，原来综艺也可以这样有温度。而迪丽热巴大概会在其中留下属于她的那一笔，不张扬，却很深刻。等到节目真正上线的那一天，我们或许会发现，所谓期待值拉满，从来不是一句营销话术，而是一种观众与内容之间久违的默契。迪丽热巴直播偷偷无赌硬扛，敬业背后的疲惫真的让人心疼。镜头前永远明艳大方，业务能力能打迪丽热巴，居然在品牌直播上藏起了自己的难受，全程强忍不是营业。细节被爬出来之后，无数网友直接破防，纷纷喊话：美女别再这么硬撑了。迪丽热巴亮相骆驼防晒衣品牌直播，本该是元气满满的营业现场，却被细心的粉丝揪出了让人心疼的细节。她全程对着镜头保持微笑，专业的介绍产品，可总会在镜头扫过的间隙，极其隐蔽的用手捂住腹部，眉头微微蹙起，明明脸色已经泛白，却依旧强打精神，没有露出一丝破绽。更让人心疼的是，这根本不是突发不适。早在这场直播前3天，就有观众发现他嗓音沙哑的厉害，整个人情绪低沉，毫无往日的灵气。户外直播时更是全程拘谨，肉眼可见的疲惫不堪。原来他的身体不适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解热巴的都知道，她在业内一直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
敬业2个字简直刻进了骨子里。之前春晚表演，明明骨头裂了，依旧咬着牙完美完成舞台，全程没露出半点异样。2025年下半年，一场感冒咳嗽缠了他整整2个月，咳到直播被迫中断，片场拍戏咳到直不起腰，还要靠助理拍背缓解。即便这样，他也没耽误任何工作。长久以来，他一直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网传4年下来休息日加起来都不到30天，每天睡眠时间仅仅4小时，连轴转早已成为常态。可每次身体出状况，工作室都没有正式的回应，之前也只是简单一句已就医，再康复，问题反反复复，粉丝们早就心急如焚，怒对团队根本不做好健康管理。这件事发酵后，网友们瞬间吵翻了天。一边大家狠狠佩服他的专业素养，就算身体难受也绝不耽误工作，全程不卖惨不矫情，大概率只是普通的生理期不适，也纷纷呼吁尊重姐姐的隐私。可另一边更多人满是心疼，怒批团队过度压榨，喊话别再消耗艺人的身体，再敬业也不能拿健康去换工作。其实这早已是娱乐圈的通病，顶流艺人顶着超高的商业价值，就不得不承受超负荷的工作行程，事业和健康永远难以平衡。我们敬佩他的职业操守，但更想看到他健健康康，毕竟再好的资源，再高的热度，都比不上身体重要。热巴真的不用事事都做到完美，不用一直硬扛着所有委屈和难受，适当停下来休息，从来都不是失职。真心希望团队能做个人，好好规划工作，也希望所有内娱艺人都能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一位，别让敬业变成透支健康的借口。在这个被流量与节奏不断推着向前的时代，我们早已习惯了在屏幕里看到一个始终完美、无懈可击的迪丽热巴。她明艳、从容、专业，仿佛永远不会疲惫，永远能够把最好的一面留给观众。但也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被镜头不经意捕捉的细节浮现出来时，才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让人心疼。那场看似普通的品牌直播，本该是一次轻松愉快的商业合作，却因为他几次几乎难以察觉的小动作，被赋予了另一层意味。他在介绍产品时依旧语气温和，节奏清晰，笑容得体而克制，可镜头一旦略微移开，他便迅速用手轻轻捂住腹部，眉头微蹙，像是在与某种不适做着短暂而隐秘的对抗。那种极力压抑的状态，不张扬，却更真实，也更令人动容。更令人难以忽视的是，这种不适并非突如其来。从此前几次公开露面中，他的状态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嗓音沙哑，情绪收敛，整个人少了几分往日的灵动。那些细微的变化，或许普通观众一闪而过，但对于长期关注他的人来说，却足够明显。他没有解释，也没有诉苦，只是继续完成一场又一场工作，把所有的不舒服都留在了镜头之外。这恰恰是迪丽热巴最让人复杂的地方。她的敬业，从来不是表演出来的姿态，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坚持。无论是曾经带伤完成舞台，还是在漫长的咳嗽期依然坚持拍摄，她始终选择把完成工作放在第一位。对观众来说，这是职业精神。但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习惯性的硬扛，也在悄然透支她的身体。于是，舆论的分歧也显得格外真实。一部分人由衷敬佩她的专业，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依然维持高质量输出，不敷衍，不卖惨。而另一部分人则无法忽视那份隐忍背后的代价。他们心疼她，也质疑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安排是否合理，甚至将矛头指向团队的管理方式。其实，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当商业价值被无限放大，艺人的时间被精确切割，休息反而成为一种奢侈。在这样的环境下，敬业很容易被推向极端，甚至变成一种默认的消耗方式。观众习惯了他们的光鲜，
却很少有机会真正看到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疲惫。但正因为这次被看见，才让人重新思考一个简单却常被忽略的问题：一个演员最重要的，究竟是持续输出的能力，还是长期稳定的状态？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没有健康，一切都难以为继。或许对迪丽热巴来说，她早已习惯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把情绪藏在笑容背后。但对于观众而言，我们更希望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永远完美的形象，而是一个可以被允许休息，可以偶尔停下来的真实的人。他已经足够努力，也足够优秀。很多时候，不那么拼命，并不意味着退步，反而是一种更成熟的选择。毕竟，真正长久的光芒，从来不是靠燃烧自己来维持的。如果说这场直播带来了什么，那大概就是让更多人意识到，在掌声与热度之外，我们同样应该为它留出空间，去恢复，去呼吸，去做一个不必时刻紧绷的人。希望下一次再看到他时，不只是光彩照人，更是轻松自在。那样的迪丽热巴，或许才是最动人的模样。迪丽热巴邓为迪奥生图，俊男美女魅力不可小觑。2026年4月28日，迪丽热巴与邓为在南京德基广场共同出席迪奥品牌活动，两人雨中撑伞的蓝色系造型生图因极致氛围感和超高颜值引发全网热议。迪丽热巴身着蓝色露背长裙撑透明雨伞亮相，冷条蓝裙与雨天场景形成强烈视觉冲击，被形容为破碎感美神、摇曳生姿的迪奥公主。她对脸生图展现优越古香，侧面轮廓线条分明，皮肤状态获赞生图及神图，但少数声音认为昏暗光线暴露疲态，质疑与化妆师王亚飞的妆造相关。邓为金发搭配丹宁夹克与粉紫色 T 恤，胡茬细节清晰却或凭金贵感十足。生图因无需精修被调侃为邓不修，直播中的复古潮男风格更被赞古早潮男味独一份，港风气质在内娱男星中独具辨识度。双方粉丝提前24小时冒雨夜排，热巴粉丝以玫红色应援物覆盖外场，邓为粉丝则打造紫海灯排阵，现场秩序井然。活动生图与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迪丽热巴迪奥南京活动人气，邓为直播古早潮男味儿等衍生话题持续发酵，形成现象级传播效应。在这个被细雨轻轻包裹的春日傍晚，迪丽热巴与邓为现身南京德基广场的那一刻，仿佛不是一场普通的品牌活动，而是一幅正在缓缓铺展的都市电影画面。雨丝在灯光下泛着微光，蓝色调的视觉氛围像被精心调色过的镜头，而热巴就站在画面的中心，安静却又无法忽视的发光。说实话，这一组生图之所以能迅速席卷全网，并不仅仅因为所谓的高颜值。在如今滤镜泛滥、修图几乎成为标配的环境里，真正打动人的，反而是那种未经修饰却依然成立的美感。而热巴这一次，恰恰给出了一个几乎无可挑剔的答案。她身穿一袭蓝色露背长裙，线条干净利落，在雨中微微摇曳。透明雨伞之下，她低头浅笑的瞬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距离感，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带着故事的克制。有人说她像破碎感美神，这个形容听起来略显夸张，但当你真正看到画面时，却又会不自觉点头。那是一种介于坚韧与柔软之间的微妙气质，是很多演员努力营造却很难自然呈现的状态。更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她在对脸镜头下展现出的古香优势。侧脸线条清晰，轮廓干净，这种不依赖光影修饰的立体感，其实是非常镜头友好的。换句话说，她的脸是可以经得起电影大银幕考验的。这一点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比任何一次热搜都更有分量。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指出，在昏暗的雨天光线中，热巴似乎显露出一丝疲态。这样的讨论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当一个人被放在极高的审美标准之上时，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都会被无限放大。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略带疲惫的真实感，反而让他从完美的符号中走出来，更接近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种真实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魅力。再看一旁的邓维，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场。他的金发、丹宁夹克与粉紫色 T 恤组合，看似随性，却在细节中透露出精心设计的层次感。尤其是那一点若有若无的胡茬，不但没有削弱形象，反而增添了一种略带粗粝的成熟气息。有人调侃他的生图为邓不休，这句玩笑话背后，其实是一种认可，一种对无需修饰也成立的外形自信。如果说热巴是雨中那抹冷调的蓝，那么邓维更像是带着旧时光滤镜的港风剪影。他在直播中呈现出的古早潮男气质，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模仿，而是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再创造。在当下趋同严重的男星形象中，这种辨识度显得尤为珍贵。而真正让这场活动升温的，并不仅仅是两位艺人的表现，还有现场粉丝所营造出的情绪场。提前24小时冒雨排队，只为那一瞬间的相见，这种执着本身就带着一种浪漫色彩。玫红色与紫色的樱园海，在雨幕中交织成一片流动的光影，不喧哗，却极具力量感。秩序井然的现场，也在无声中体现出一种成熟的粉丝文化。当这些画面被上传至社交平台之后，迅速发酵成为现象级传播，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它满足了当下观众对于真实感、氛围感以及人物魅力的多重期待。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真正能够留下印象的，从来不是最喧闹的那一刻，而是最有情绪张力的那个瞬间。回过头来看，这场南京的雨，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导演。他没有刻意安排，却意外成就了一种难以复制的氛围。而站在雨中的迪丽热巴，也再次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不经意之间被看见、被记住、被反复回味。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